上回说到，湘北与山王比赛进入下半场，比赛开始才5分钟左右，山王就砍了湘北20分。在场的部分球队已经兴趣全无，纷纷离场，表示湘北已经无翻盘的机会和本事了。就在这种节骨眼上，安西教练喊了暂停，换下了主力樱木，派出四眼哥木木。樱木非常不爽，安西教练把樱木叫到自己身边，让他仔细观看比赛。樱木坐过去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你还没放弃吗，老爹？”安西教练说：“放弃。若就此放弃的话，那这场比赛就等于完结了。”樱木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观看这一场艰难的比赛，比在场上还要揪心。安西教练嘱咐樱木：“你要留心看着，我叫你回来就是这个意思。”此时球到了流川枫手里，流川枫和泽北又一次展开单挑。流川枫试图用假动作摆脱泽北，但泽北完全不为所动，就好像已经看透了对方一样。流川枫因为顾虑太多，停顿时间太久了，很快打乱了自己的节奏，匆匆出手投篮，球没进，湘北的心都提起来了。樱木不在，赤木几乎失去斗志，篮板球根本保不住。果然，篮板被山王的野边拿到，野边将球给到申金，泽北迅速向后场狂奔，拿到申金传来的球后，一刻不做停留，直接上篮暴扣。山王60比36，马上就要落湘北30分了。观众席上的山王粉丝们呼声一浪比一浪高。而湘北这边连呐喊助威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樱木低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老爹，你是让我也来一个天才暴扣。”安西教练回复说：“你明白个蛋，好好想想，刚刚山王的快攻让我们损失了2分，该怎样才能制止他？现在湘北已经很疲惫了，连回防的速度都慢了下来，山王的快攻很可能一波接着一波，而且以目前的比分，湘北的斗志随时都会崩溃。”安西教练平静地说，闭起双眼，试试在脑海里重播刚才的画面。流川枫同学投篮了，球没进，我方的攻击结束了。想想看，如果抢到篮板球的是你，那会怎样？樱木一惊，如果是自己抢到篮板，首先山王不会在篮板球之后进行快攻，同时湘北也会再一次得到投篮机会，那么我方就会少损失2分，并得到增加2分的机会。如果抢到进攻篮板的话，就会得到4分。樱木猛地睁大眼睛，安西教练微微一笑，假如你能做到，你便是我们反败为胜的杀招了。樱木仿佛触电一般机灵了一下，站起身来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还未到吗，老头子？我是说，还未到我出场吗？快点让我出场啊！”裁判一声哨响，打破了山王持续输出，湘北换人。樱木在全场所有人疑惑、期待、鄙视、不屑的眼光中，王者归来。这个时候，站在球场上的湘北球员内心中，或许全部都已经被打败这2个字占满了。湘北的后备人员将所有的希望都托付在这个红头发的怪咖身上。樱木的心中此时只有一个念头：若就此放弃的话，那这场比赛便等于已经完结了。樱木军团4大咖在观众席上大喊道：“花道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呀！”晴子在心中默默祈祷：“求求你了，樱木同学，把劣势扭转过来吧！”樱木带着一身霸气登场，他们教练陷入沉思。这个时候派樱木上场，以目前的剩余时间和比分来说，湘北大概率会疯狂的射3分球来抢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应该不难应付。可是樱木似乎并不擅长射3分啊！樱木经过安西教练的一番引导，心中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。他成为湘北第一个抛开所有杂念的球员，将什么比分、比赛时间、什么泽北申金都抛之脑后。他的眼中只有一个东西：抢篮板。因为安西教练说过，只要自己能做到不断的抢篮板，就是湘北反败为胜的杀招。观众席上整齐划一地喊着100分，意思就是山王每场比赛都会拿到100分，他们是根本不把湘北放在眼里。所以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能进1球，只要进了1球便可以鼓舞士气，驱散这种压抑的气氛。只要进1球，赤木已经非常疲惫，斗志全无，他蹒跚的背影像极了80岁的老爷爷，每一步都在宣告着失败的到来。樱木二话不说，上前就是一招千年杀，痛痛快快地捅在了赤木的屁股上。赤木疼的回手就是一个大逼兜，大家都被樱木的神经病行为震惊到了，不自觉地加几句话。这一招看着都疼。樱木毫不在意众人的眼光，我现在既不迷茫也不奇怪，我一定要扭转形势。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而且像今天这样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感觉，我可是第一次。樱木冲进比赛现场，跳上裁判桌子，大家懵了，这是要上演手撕裁判了吗？樱木随手拿起一个本子卷起来，对着沸沸扬扬的观众席大喊一声：“我要打倒山王！”一句话引爆了全场。观众席上那些山王的死忠粉发出嘲讽和谩骂声：“您没事吧？没事吃点跳跳糖，打败山王，笑死个人！你个家伙好像在想屁吃！”樱木直面嘲讽和攻击，傲气地抬起头颅。赤木在后面一拳头捶在樱木的屁股上，把他给揍了下来。你个蠢材！
随后，赤木低声下气的和裁判赔不是，声称樱木小时候发烧，脑子烧坏了，经常脑神经会搭错线。裁判大骂，再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就把他赶出场。樱木把手往裤衩里一塞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哼着口哨就闪人了。怎么样了你们？牛逼吹出去了，这样一来我们非赢不可。赤木黑着一张脸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樱木说道：“大猩猩，你那张吃屎脸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们输定了？”三井说：“分数差了这么多，不是说追就能追回来的。”樱木摸了摸自己的一头秀发，你们那套篮球常识对我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我只是个新人罢了。看着大家不为所动，樱木气得大喊：“都给我提起精神来呀！”观众们大声驱赶樱木，樱木全当听不见。痛斥己方的后备队友都给我把气氛搞起来，给我做出胜利的声援，不要输给那些愤怒的观众。胜利的声援吗？山王的球员们都笑了，观众以为这笑是嘲笑之意，格局小了，这笑容是斗志被激发的笑容。一直以来，山王都在追求这种永不言败的对手，因为他们本身同样拥有无穷无尽的上进心。比赛开始了，樱木走回野边身边，野边俯视着樱木问道：“你的任务是抢篮板吧？休想得逞，红发小子！”樱木一见这个家伙就很不爽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到目前为止自己还没有在野边的手里抢到半个篮板。野边将广凭借着优秀的抢篮板技巧被提拔为山王的正选球员，论起抢篮板他才是专业的。但樱木完全不虚，战况已经进行到现在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只有一拼了，如果抢不到篮板就无法打败山王，所以没有退路。樱木思考着如何占据有利位置和野边拼抢，这个家伙很擅长卡位，自己必须想想办法。就在樱木思考对策的时候，刘传峰突然出手投篮，野边直接上前把樱木卡在身后。樱木暗道不好，自己还没有找到有利位置，刘传峰那个家伙就出手了。从这个球的弧度来看，能进球的几率不大。野边死死卡住樱木，自己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。刘传峰失手了，球弹了出来，野边直接起跳。这个时机，樱木完全没有机会抢到篮板。情急之下，樱木迅速抻了一下野边的衣服，将他拉了下来，速度之快，出手之利索，根本没给裁判吹哨的机会。野边一脸懵逼，樱木猛然跃起，抢到篮板后补了一个篮，球进了。湘北终于拿到了下半场以来第一个2分。看来和丰裕高中的比赛不白打，樱木已经逐渐掌握了犯规的精髓，学会摸裁判的死角过河了。湘北应援团爆发出一片喝彩声，野边气得牙床差点咬裂。赤木与宫城击掌庆祝。宫城看了看自己手掌上 No.1 PG 的字样，心里鼓起士气。下半场的比分是26-2，仔细想想，和山王的差距并不是很大，优势一定会再回到我们这边的。这时候若能追到只差10分的话，那我们仍有机会迎头赶上。山王开球，三井因为体力确实有限，已经跟不上对方的步伐了。流川枫放弃篮下，跑出来阻拦松本，松本没敢出手，传球给侧面的泽北。神奈川闪电侠宫城突然截断了这一球，正准备反攻，看到大家一个个摔逼脸，大家都提起精神来啊，优势不会自动回到我们这边的。海南大的阿木啧啧称赞，作为一个控球后卫，宫城的确进步了很多。但是面对被泽北封死的黄牌流川枫和体力耗尽、电量告急的三井寿，宫城很难发挥出实力。而赤木，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对付和田，失去了主持大局的能力。没办法，宫城只好自己投篮，樱木的能力也就此慢慢开始被激活。宫城一个3分球不中，野边早已等在篮下，樱木故技重施，偷偷拽了下野边，自己趁机堵在他的前面等篮板。宫城的球弹到篮筐上掉了下来，樱木跳上去用手指轻轻一碰，球进了，湘北再次得到2分。才子高兴地称赞樱木的表现，安西教练摸摸胡子，这2球只是他的侥幸罢了，樱木同学真正的才能仍未发挥出来，而且派樱木同学出场并非只让他抢篮板。湘北灵魂人物赤木在一次次被和田暴打的情况下逐渐迷茫，拿到球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看台上的鱼柱看得心力交瘁，那个蠢材到现在还不明白那个道理吗？宫城提醒赤木，持球时间太长了，再不回传就会被包围了。赤木一听这话更慌了，他感觉四面八方都是手，真的把自己紧紧裹在中间。赤木方寸大乱，找到机会就投篮，鱼柱看的脸色都变了，这算什么投篮啊？果然球没进，野边先樱木一步跳起身，樱木也跟着一同起跳，从野边双臂之间将球掏走，野边扑了个空。安西教练暗道好球，我告诉樱木的方法就是这个了。樱木的速度又快，跳得又高，给大家吓了一跳。山王和田直接放弃了篮下和赤木，跑出来拦截。红发小子有点本事啊！野边和田、松本3人夹攻樱木1人，樱木将球用力丢出去，球给到赤木手中，赤木懵逼了几秒，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不知所措，大家都在呼唤赤木。赤木突然觉醒，称霸全国4个字蹦进脑海，
赤木双手抱球冲上去就要扣篮，篮下和田举手防守，赤木撞向和田，裁判一声哨响，攻方犯规，赤木摔倒在地，彻底丧失了斗志。鱼柱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走进场内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，掏出一个萝卜和一把刀，认真的削起了萝卜片。还记得鱼柱在隐退前悟出的那个道理吗？现在他将这个道理转述给了赤木。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宇宙，互相平衡又互相独立。作为一个团体，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，但是缺了一个人，这个星系依然在运作。相信队友，相信自己，这是一个要靠大家才能打赢的比赛。赤木突然悟了，我一直以为如果打不赢和田，湘北就会崩溃，但真实情况是湘北有很多可以担当主力的人，即使我不行，还有其他人，只要我能发挥出他们的才能便成了。现阶段的我也许打不过和田，不过湘北可以，湘北是不会输的。樱木王者归来，扫清了思想上的一切障碍，赤木也终于重新振作起来，将自己的眼光从自我放宽到团队。湘北再次凝聚，下一期团战开始，看湘北如何反杀不败王者山王工业。